他對另一半顏值要求頗高，喜歡漂亮的無可厚非。他膚白貌美，漂亮可人。面對女嘉賓的種種挑剔，他能 hold 住嗎？深深的留在感覺很一點點亮，不夠滿，不要出現一些讓我看不慣的東西。為了俘獲女嘉賓的芳心，他又會展開怎樣的追求？就想用這個表現一下，現在說實話是相當感動的。依然你不喊停，我不會停的。二人最終會牽手成功嗎？他是年輕帥氣的牙科醫生，往往有時候長得帥的人都是這樣子。她是直率大方的都市女郎，我也不怕現實哈，我也想找一個條件比較好一點的而已。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她說出了這樣的話？那個男的還是有點神經，他的態度一變再變，究竟所謂何事？我也不是那種撒嬌的女兒嘞。啊，我肩膀那點掛飾包包都提得好痛哦。那你一個月那還是要存點錢呢。兩人最終能否牽手成功？凡人有喜即将為您呈現。那今天呢，來到節目當中的男嘉賓啊，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呢斯斯文文，然後戴着眼鏡，給我感覺是一種鄰家大男孩的感覺。這個時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今天的男嘉賓何先生。大家好，我叫何師傅，來自大重慶，今年28歲。本期交友男嘉賓何時務，28歲，身高1.75米，職業技術員，月收入5000元，婚姻狀況未婚。我從事於珠寶行業，與技術員工作，平均工資有5000元左右。現在在蔡家擁有自己的房子。感情經歷有2段感情經歷，一段是因為自己的不成熟，我想對第一段感情說聲對不起。第二段感情因為異地戀，兩者之間所以說不能兼具，最後導致分手。我還是比較在意女嘉賓的一定的眼緣的關係，因為啷說有一種感覺叫做一見鐘情，似曾相識。我父親和與母親的愛情都是比較的一見鐘情式的，我也很向往這樣的愛情。我對她的外表要求可美可愛一點點，性格稍微能夠理解我，好開朗一點點。男嘉賓的擇偶要求：一、外形甜美有眼緣；2、性格開朗善解人意。各位觀眾晚上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觀察員飛桃。我們的男嘉賓呢是一個職業非常特別的人，他是一個應該是珠寶技術這方面的也就是說，如果說嫁給他的話，婚戒他可以自己做，而且確保十足真金加鑽石或者寶石什麼的。真的也很棒哈，想一想。但是男嘉賓的衣着品味呢，我覺得就有那麼一點點欠缺。當我看到他那修身的緊身的牛仔褲露出那個小粗腿的時候，我真的覺得你的那個整個的這個衣櫥可能要好好的回爐再造一下。為什麼你會對女生的眼緣要求的是一見鍾情？愛美之心人人有之，喜歡漂亮的無可厚非。所以說我對我的另一半有一定的講究眼緣。能不能拿一位就是你比較心儀的女明星，或者說是一些那種名人也可以來，我想參考一下你喜歡的類型。馮提木。馮提木。那好吧，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嘗你的美，留下春意的醉。這應該是一個網絡主播，對不對？網絡主播，他的歌聲和他的甜美讓我最印象深刻。你的要求應該不算太低哦，對於形象的這種要求。就像我對我自己很嚴格，我對我的另一半也有一點小小的要求，对不对？要求。那如果說今天的女嘉賓你看到的時候並沒有一見鍾情，或者說演員方面不是特別的好，那怎麼辦？你還會繼續嗎？我會很禮貌的拒絕對方。那現在需不需要我幫你先把我們女嘉賓叫過來你看一下？我想畢竟一見鍾情，我想自己走過去邀請他。男嘉賓之前一直在強調關於演員外形漂亮，越說越激動，到現在基本上是暴露了他真實的想法，就是他對女生的渴慕應該是那個女主播的標準。我看了一下那個女生的顏值和收入，我頓時覺得
男嘉賓你做珠寶技術可能不行，你們得是家族做珠寶生意的，比如說你姓周，然後你們家的品牌叫制服什麼的哈，他有希望追到這樣顏值的女生。你說你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不好意思，我真的沒有辦法從你的體重和衣品方面看出來。如果這都叫有要求，那你對自己沒要求的話得多可怕啊！所以今天的相親會怎麼樣呢？我覺得讓我們慢慢看吧。不難看出，我們的男嘉賓對另一半的外貌要求頗高，因此我們為男嘉賓挑選了一位長相甜美漂亮的女嘉賓，不知道她是否能符合男嘉賓的眼緣呢？大家好，我叫易楠，今年24歲，在重慶9公里的一個幼兒園當幼兒園老師。本期交由女嘉賓易楠，24歲，身高1.67米，職業幼兒園老師，月收入6000元，婚姻狀況未婚。除了星期一、星期五在幼兒園教小朋友之外，我平時周末也堅持在一些藝術學校給娃娃帶一些那個播音主持課，大概我一個月也有個6-7千塊錢的一個收入。因為從小我是跟媽媽一起生活，然後我媽也是比較寵我、比較溺愛我那種，然後從小到大呀，我生活條件也是比較好，所以我可能也是一個比較挑剔、比較講究的一個人。然後我對我跟你男朋友的一個標準呢，首先是外形上必須要乾淨大方，一個男的必須看起來很沒有男人味兒，然後也還是要看一些演員嘛，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然後在重慶市區內有一套屬於他個人的房子。我也剛才說了，也是一個比較挑剔的人，所以說還是很多方面還是希望以後的男朋友能夠盡量的都是不要出現一些讓我看不慣的東西。女嘉賓的擇偶條件：1. 外形乾淨大方；2. 有自己的住房；3. 能包容自己的挑剔。女嘉賓獨自在樓下等待工作人員，而殊不知男嘉賓已經悄悄地來到了她的身邊。這次相遇是否會讓兩人一見鍾情呢？你也在等朋友嗎？我等人。哦，我可不可以借下一下，我在那個中信銀行那邊去等一下還給你。但是我等會兒也要用的。要不留個電話給我嘛？留個電話給我，算是那個我。你要用好久嗎？大概10分鐘左右吧。我過去哈哈，確實外面有大雨。哪邊啊？過去哈哈，我見了一個朋友。等會兒還給我。一人，肯定的。他說女嘉賓非常漂亮，也是我一見鍾情的類型。我留個電話給我嘛，要不？那你把我留個電話給我吧。男嘉賓這搭訕的功力還真是不賴呀，幾句話的功夫就要到了咱們女嘉賓的電話號碼呀。要給我哈？肯定的。說是我那邊。快去還回面。好的，好，我們幾分鐘都過了哈。好，等你。好，謝謝哈。拜拜。怎麼樣，回來啦？那你不擔心別人沒有雨傘怎麼辦？就歪了。我留了他的一個電話，等一下我怕如果沒有找到他，我肯定要還給他。可以呀，這1-2分鐘我搭訕把號碼都要到了呀。主要是因為女嘉賓心地善良。那這樣，那你不是有他號碼了？你看我們隔了有一段距離，要不然就你給他打電話，以還傘的名義把他叫過來，好不好？好的。你好，你可以，我現在就在這個商場的中庭的。就是商場裡邊是吧？對，就是商場裡面，可以嗎？你看。好的，好的。兩人即將正式見面，那麼這個有些挑剔的女嘉賓是否也對男嘉賓一見鍾情呢？站了很久對不起啊，真的。然後就說就節目組也沒人嘛，男嘉賓也沒有過來，是不是被水了？好久站了好久。但是現在看到我們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安心了？對，很驚喜。你們本來今天就下雨嘛，怕你們就不來了，然後傘也被借走了，知道嗎？好孤獨無助在那兒。旁邊的這個跟你還傘的人跟節目組站在一起，對啊，就覺得很驚訝呀。你現在反應過來怎麼回事了嗎？還有點曠哈。來，我們正式介紹一下好不好？女嘉賓易楠，跟我們同事名字很像哈，易楠。然後呢，我們的男嘉賓何先生。你好。
你好，我叫何叔。然后一開始正式見面的時候，因為我對男嘉賓的外形就覺得不是很滿意。Oh no！ 男嘉賓對女嘉賓一見鍾情，而女嘉賓則對男嘉賓的外表有些不滿意。那麼接下來的聊天當中，男嘉賓會如何表現自己呢？又是否能改變女嘉賓對他的看法呢？你是主要是做啥子的？菜色保食，工作比較的小眾。一般一個月收入大概是好多呀？我們現在的收入大概在5000塊錢左右，都在北碚區4聯廣店。北碚呀？北碚。有點遠哦。我自己在那邊有自己的房子。你有沒有想過說看好離城區比較近點的呀？我考慮過的那個東西。感覺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確實有點太遠了，感覺在一個城市裡那種異地戀，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感覺。然後我這個男生啊，我比較對他的穿着打扮呢，我有一定的要求，因為都說男人走出去也是穿好看的，也是老婆有面。我的穿着能夠符合你要求嗎？我有點不喜歡你那條褲子，可能有點緊身褲的感覺吧。而且讓我穿寬鬆點啊，稍微比較看起舒服一些。女嘉賓在穿着方面也有自己的追求，好，在我身上也比較的挑剔。我們去逛一下吧，順便你幫我看一下有沒有合適的褲子。太信任我了。面對女嘉賓對自己的服裝的不滿，男嘉賓立馬決定要重新換一身，迎合女嘉賓的要求。看來男嘉賓對女嘉賓的好感度非常之高呀。今天這身也是你自己搭的？是我自己搭的。平時也是喜歡這種風格？稍微簡約一點，輕熟一點吧。平時也是會這麼穿是嗎？會。那你會喜歡男生什麼樣的穿着？就是那種簡單的 T 恤啊，就是寬鬆一點的褲子。你這樣吧，你先給他挑，來挑一套給他。可能因為 T 恤沒啥顏色，眼光也不太好呀。沒事，你就以你喜歡的風格給他挑一套，或者你覺得他會適合什麼樣的？我女嘉賓在給我挑衣服的時候，感覺就像女朋友在給自己的男朋友挑衣服一樣，我自己也很開心。為什麼要帶他來逛街呢？就是我平時很不喜歡，就是男孩子沒得那種感覺風範的嘛，而且穿個緊身的牛仔褲，感覺很一點點涼，就是夠陽髒一點。然後還有就是我反正一個月也有個6-7千塊錢，就感覺這男孩子的工資比我還稍微低那麼一點，可能心裡面有點不舒服。給我的感覺是好像挺多地方都不太如你所意，你還要繼續嗎？但是他性格很好，然後剛剛幫節目組提東西啊什麼的，感覺人還是蠻好的一個人，可以就很貼心的一個人。對，很貼心，因為就覺得暖男嘛，可以再接觸一下，看一下。女嘉賓雖然心有不滿，但仍然願意繼續了解男嘉賓。那麼男嘉賓換裝之後，是否會扭轉他的態度呢？帥啦！簡直好看太多，好不好？鞋子也換了是不是？鞋子也換了的。從頭到尾來，你站正，我們鏡頭給你一個，對，這樣你也站正，對。真的，我覺得像換了一個，而且整個人就是有活力很多。老實說，顯年輕很多。而且呢，也洋氣了很多。我說實在話，逛街的時候嘛，然後也給男嘉賓挑了衣服，男嘉賓也很欣喜的接受了嘛。那一點我還是覺得男嘉賓是一個比較善於改變的人，也是那點是蠻好的，覺得比他剛剛好看很多，然後還是比較適合那個打扮。男嘉賓在衣着上是達到了女嘉賓的標準了，可女嘉賓的挑剔卻不僅僅是在外表上呀，你可得 hold 住呀。感覺怎麼樣？還好，我不喜歡吃蒜頭兒。我覺得要不嘗一下那個其他的菜，看有沒有啥喜歡自己吃的。有點辣。唉。覺得不好打的。我感覺一些東西可能並不是很合女嘉賓口味，感覺女嘉賓還是一個很挑剔的一個人。因為我
現在你刚刚說的，你一個月可能5000塊錢嘛，我可能會比你多個，好的時候可能多個2-3千塊錢，不好的時候可能多個1-2千塊錢。我是怕我屋頭人會有點介意，你打算啷個處理？我會展現我第一面，展現我自己那幾年所存留的。那個存留是說你那幾年的存款嗎？啊，對的。哦，大概有個好多嗎？大概有14萬左右。就是你個人的啊？哎，那是我自己存留的，加上我买房子的不算。房子已經全部清了去了。女嘉賓在經濟上面還是比較的注重的，以後會更加的努力，會改善我現在的經濟。有一句話叫莫欺少年窮。現在呢，飯已經吃完了，那我要問一下二位感覺怎麼樣？現在對彼此的印象？我感覺還挺好的。挺好的哈。嘉賓呢？一般般吧。你要告訴我听是哪一點？可能身材方面就有點。身材方面不夠 man。身材覺得微胖還是有一點不夠健碩，是不是？對。平時有運動嗎？有，但是比較少，還是比較少。現在這個問題出現了，女嘉賓會覺得你的身材可能不夠的健碩。附近有沒有健身的地方嘛？我也想成為女嘉賓心目當中的健身達人。女嘉賓又開始對男嘉賓的身材不滿意了，可真是要求不斷呀。那麼男嘉賓會在健身房裡展現出最男人的一面來征服女嘉賓們。然後我覺得這個環節呢，你真的要好好的表現一下好不好？我就想用這個表現一下。現在這一個嗎？你確定你扛得起來？來，我來試一下。你不要就是把自己給弄傷了。量力而行好不好？好的。這個重肉也太轻鬆了。來，你放下來，我看一下，這絕對是假的，這個怎麼可能這麼輕？我這種健身達人，我還幫你驗下真偽。就是，我只是手太小了，拿不動而已。哎，這不算，這都塑料的好不好？來，往前走，開個小玩笑。來，這個應該是教練吧？他現在想要向我們的女生展現他很有男人味兒這一面，也向他展現他其實也可以成為一個運動達人。選一個什麼樣的項目來展現你就是很陽剛的這一面？俯臥撐吧。俯臥撐哪裡都可以做啊。那就讓男嘉賓和我們的教練 PK 一下吧。教練的級別可真不是開玩笑的呀，男嘉賓會接受挑戰嗎？我接受，心有猛虎焉能怕。我願意試一下。那我來定一個比賽規則好不好？1分鐘之內俯臥撐誰做的多，那就算贏 ，OK 嗎？雖然實力懸殊，但男嘉賓依然勇敢迎戰。挑戰馬上開始了，讓我們為男嘉賓加油吧！預備，走！依然我可以的。2、3、2、6、2、8、2、9、只能說我輸了，也許是你怕了。我們的回憶沒有皺褶，你卻用離開燙下。你要不要放棄？不用。要不要放棄？不用。加油，還有5秒。4、3、2、1，停。這邊多少個？專業這邊多少個？50啊，68個。然後你這邊的數量是從你就是快撐不住之前是39個，所以剛剛那一刻你的跪在地上了，你都真的沒有想過放棄嗎？沒有。女嘉賓來點評一下好不好？挺感動的，但是可能跟我心裡的還差了一點點，但男嘉賓心裡的還差這麼一點點。男嘉賓聽到這個話，
刚剛我表現不是很好，我願意再試一次。你要再試一次。不知道女嘉賓願不願意給我這一次機會。剛剛的俯臥撐挑戰已經讓男嘉賓耗盡體力，但為了達到女嘉賓的要求，他選擇再試一次。他的堅持不懈會打動女嘉賓們。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那我們的教練就是幫我們一定要就是做好那個安全措施。準備好了嗎 ？OK。會不會太重？這個啊，再重也要舉上去。不是為了加油！依蘭，我一定在未來的明天對你好。依蘭，請你相信我，一定能夠做得更好。請你相信我，我一定能給你美好的明天。請你相信我，我不會放棄的，我不會放棄，我一定能夠給你美麗的明天，我不會放棄的，請你相信我。手都已經打抖了，有沒有問題？我把我的禮物送給我的女嘉賓，是不是？是那個娃娃嗎？對，熊貓，我希望依蘭你能夠接受我的禮物。男嘉賓心有沒有猛虎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肯定很想細嗅我們女嘉賓這朵薔薇，但是之後的場面我真的覺得一度尷尬。當男嘉賓在那裡不堪重負的做着各種不符合規則的俯臥撐啊，還有那什麼槓鈴的時候，然後發出那種一聲聲的呻吟啊，一男，我為了你我要堅持，我真的覺得好難受啊。如果我是那個女嘉賓的話，我真的好想立即逃離現場。來，你先拿着。對，看男嘉賓這麼的辛苦，我想說，如果今天你要是願意選擇我們的男嘉賓跟他牽手成功，那你去叫停好嗎？看他這麼辛苦。如果你覺得還是差點眼緣，轉身離開 ，OK 嗎？男嘉賓有沒有問題？這個選擇。依蘭，你不喊停，我不會停的。因為愛，所以愛，溫柔經不起安排，愉快那麼快，不要等到互相傷害。3、2、1，來，依蘭做選擇。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謂的將來的美好。我什麼嘉賓為了我做的那一期，說實話是相當感動的，但是我覺得感動不等於感情嘛。雖然說是很感動，也希望男嘉賓能找到一個更合適他的，不能因為感動一時衝動都答應了他，也是男嘉賓是很好的一個人，只是說還差了點演員，差了點一些現實的問題嘛。你現在就是久久沒有起來的原因是什麼呢？現在感覺你在思考這些東西，能不能跟我聊聊什麼東西？自己的努力吧，自己努力不夠，我會努力的。任何時候的改變都不會太晚，從今天開始，從明天開始，真正的把自己練得強壯起來，好不好？好。來，所以這時起來好不好？來，起來。今天的失敗才會讓你有可能明天成功。我想說一句，我會加油的。向整個重慶市的人民，保證一句，我會加油的，我會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迎接未來一個美好的他。節目的最後，我們的男嘉賓是牽手失敗，而且很沮喪、很傷感，都快要哭了。要對全重慶市的人民許下心願，說我一定會努力的，我會靠我自己的實力，然後去追到未來的那個美麗的她。其實整個節目看下來哈，我只贊同你一句話，就是你說的莫欺少年窮，我非常非常非常的認可這個觀點，因為我們在年少的時候大家都窮過哈，大家都窘過，但是通過努力，我一定可以改變我的命運，可以擁有很多
建立一个家庭需要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当你的實力跟你的慾望不匹配的時候，最好是埋頭努力，而不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就想着我要找一個多麼美的女生，我要怎樣，我要去找一個主播顏值的女朋友。今天的女嘉賓對你的那種挑剔和嫌棄，你應該有所察覺，就是那種所謂的你看得上眼的有顏值的漂亮的女孩子，她對你會有怎樣的要求？男人會挑女人的相貌，女人對男人的考驗也是全方位的。今天的第一對相親就這樣結束了，讓我們看一下第二對男女嘉賓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結局呢？他是年輕帥氣的牙科醫生，往往有時候長得帥的人都是這樣子。他是直率大方的都市女郎，我也不怕現實哈，我也想找一個條件比較好一點的而已。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他說出了這樣的話？那個男的還是有點神經，他的態度一變再變，究竟所謂何事？我也不是那種撒嬌的女兒嘞。我肩膀今天掛起包包都提得好痛哦，那你一個月那還是要存點錢哦。兩人最終能否牽手成功？凡人有喜即將為您呈現。那來到今天節目中的男嘉賓呢，看起來白白淨淨的，給人感覺非常的斯文，而他的職業啊也非常的不錯，是一個牙科醫院的醫生。所以這個時間呢，我們一起來見見他，跟他聊聊擇偶要求。大家好，我叫陳默，我是一名牙醫，今年25歲了。本期交友男嘉賓陳默，25歲，身高1.75米，職業牙醫，月收入2至3萬元，婚姻狀況未婚。我現在呢也是自己全款買了一個房子，然後另外也買了車子。從小呢父母都是做生意的，然後父母也希望我能夠跟他們一樣去做生意，接受他們的事業。但是我自己呢一直也想去當一名醫生，所以說現在我通過我的努力呢，我也成為了一名真正的牙醫。因為我的行業的關係嘛，因為我是一名牙醫，所以說我平時呢也喜歡牙齒長得特別好的女孩。當然因為性格的關係呢，我也喜歡比較會撒嬌一點的女孩，這樣是最好的。我的擇偶標準呢，我覺得第一點是要至少有個1.6米嘛。第二個呢，我覺得他要喜歡撒嬌一點，小女人一點。男嘉賓的擇偶要求：1. 牙齒漂亮；2. 身高1.60米以上；3. 希望對方喜歡撒嬌。形象也不差，這工作還挺好，又是醫生，你怎麼會沒有女朋友呢？可能是平時不怎麼討女生喜歡吧。你不討女生喜歡？對。怎麼可能？你也太謙虛了吧。往往有時候長得帥的人都是這樣子，大家都以為我有女朋友，其實沒有。那如果按你這種說法，長得帥的男生不討女生喜歡的原因可能只有一個，就是花心。對，大家都這麼認為，但是其實我是一個很專一的人。男嘉賓呢說自己因為是帥哥，所以呢沒有人去介紹女朋友給他，以為帥哥都有女朋友了嗎？你對自己真的是誤會太深了。我覺得你還行，但是真的跟帥哥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不管怎麼樣，牙醫的職業絕對是一個加分項，所以來看一下今天的女嘉賓是否跟你般配呢？好，順着我的手的那個方向看過去沒有？有一個穿着米黃色連衣裙的女孩。我覺得從背景來看的話，應該還身材比較好，還可以。穿着的話，應該感覺還比較時尚。挺感興趣的。男嘉賓對女嘉賓的背影頗為滿意，那麼這位女嘉賓的個人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大家好，我叫劉杰，今年24歲，從事的是服裝銷售行業。本期交友女嘉賓劉杰，24歲，身高1.60米，職業服裝銷售，月收入5000元，婚姻狀況未婚。因為現在我也是一個人在外面租房子住，我想的也是找一個經濟條件比較好一點的，都是有車有房一點的。因為一個人還是經歷過那些坎坷，經歷過一些經歷，所以說我還是想找一個，我也不怕現實哈，我也想找一個條件比較好一點的而已。擇偶標準呢，還是比較希望找一個都是比我年齡稍微大一點的，25到28、29那個樣子的。然後第三，我還是希望他的經濟條件呢是有車有房的，然後我希望他的家庭條件都是沒得任何負擔壓力的。還有一點就是希望他的外形條件那些都是比較好的。女嘉賓的擇偶條件：1. 年齡25至29歲之間；2. 有車有房，家庭無負擔；3. 長相帥氣；
當我看到女嘉賓的時候，頓時覺得今天的安排真是太棒了。女嘉賓，如果你跟我們的男嘉賓牽手成功的話，他可以為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幫你箍牙。我覺得你們倆真的超級般配，而且你精緻的妝容非常的為你加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你的條件哈，你又提出的那些條件，我感受了一下，就是你需要找到一個沒有負擔有車有房，收入不錯，成熟穩重，相貌也要過得去，真的是條條款款都是要占盡占絕的那種類型。你跟1號男嘉賓其實挺配的，都是屬於那種自身條件很一般，但是要求非常不一般的人。那麼今天的牙醫能否經得起你的挑剔呢？我們接着往下看。男嘉賓為了提前看到女嘉賓的樣子，獨自前去搭訕，那麼女嘉賓的顏值會令他滿意嗎？你看過那個他讓女人最好命的？看過呀，啷個？你对撒嬌啷個看到？你平時是不是一個喜歡撒嬌的女孩啊？關你啥子事兒呢？關你啥子事兒呢？關你啥子事兒呢？突然一個男的過來跟我說，撒嬌啊那些啥子啊，我都覺得很奇怪。當時都覺得都是那個男的還是有點神經。現在我們有個那個課程可以讓你學習怎麼去撒嬌，你願不願意學習啊？我不行。學會兒嘛，那可以有好處。我不是那種會撒嬌的女人，我可以學習一下。不行。她的外形呢，我覺得也還甜美。都是屬於我比較喜歡的類型，我覺得。看來男嘉賓對女嘉賓的印象非常的好呀，即將正式見面的兩人還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呢？沒想到經常看節目，往往都是那種，今天我自己也遇到起了。是嗎？對的。看我們節目經常有很多嘉賓會這種考驗，是不是？對。先遠遠的去什麼找個理由，跟對方打個招呼，看看。形象怎麼樣？然後對頭，沒想到自己也遇到了。今天個人也能夠來了一盤。你就沒有發覺有什麼讓你覺得有懷疑的地方？沒有，當時我就覺得他有點像神經病。有點像神經病。哎，這個還挺白淨的小伙子，怎麼會？外形啊，還有各方面的都是太嫩了一點，然後啊，可能都是比如說他的實力啊，還有他的那些啊，可能經濟方面啊，可能都沒得那個好的。那這個時間，我們就把今天的約會交給你們自己來安排，好不好？第一次見面呢，我覺得還是給你帶了個小禮物，那你喜不喜歡啊？好，謝謝哈，謝謝。居然第一次都送了一個那種娃娃給我，居然還是一個小娃娃，給我的感覺都是，那個娃娃又不值錢，而且都從文具店買出來那種。哎，他平時喜歡做飯那些？平時都是上班噻。你平时喜歡逛街啊那些？還好。因為我對女嘉賓的第一印象還是比較好的，所以說一直呢我都覺得很對她比較好奇，也一直很關心她，但是我發現她好像一直對我不是很感興趣一樣。男嘉賓見兩人氣氛有些尷尬，主動提出為女嘉賓買飲料，而我們的女嘉賓則掏出了手機，開始搜索起小兔子的價格來。原來那個禮物還是一個英國的牌子，結果當時一查，還是一看價格還是多貴的，當時都覺得男嘉賓呢還是捨得花錢那種。女嘉賓知道禮物的價格之後，態度似乎有了些轉變，而男嘉賓又是否會察覺呢？那你是牙醫，一般一個月工資是好多呀？做牙醫的話，我您這兒的話，一個月2-3萬塊錢反正還是有的。哇，有2-3萬吶！那你現在工資能夠高，就是你車子、房子那些有沒得呀？30的買了一個全。車子啊？車子也買了一個嘛。那你房子是按揭嗎？還是全款咯？現在那個房子是全款買的。結了婚有沒得那種打算，就是換一套大房子，比如說大點的洋房啊那些啊？我的另一半他有需求啊，我也會考慮哈。當我回來的時候啊，我發現他的態度感覺就突然就轉變了，突然對我好奇起來了。但是他好像問的問題都是關於我的家裡面的條件啊、房子啊、車子啊那些。現在我覺得他的整個經濟實力啊、條件啊，還有他的外形啊都很不錯，我覺得我還是多喜歡他的。哎，
我覺得我們節目當中已經很久沒有迎來那麼直白的女嘉賓了。雖然前幾期節目哈，女生都挺直接的，會去問男生你的收入啊、車房啊什麼的，就是那種丈母娘款的問法。但是女嘉賓這麼連珠炮式的，而且又那麼勢利直白，我也是覺得還是比較罕見的。而且還有一個很可怕的舉動，他會把男嘉賓給他的那個兔子拍照，然後發到那個某寶網上去查它的價格怎麼樣。哎，我真的是覺得，這麼本色真的好嗎？剛才我覺得我在跟你搭訕的時候，好像我問你喜不喜歡撒嬌，你說不是很喜歡呀，是吧？对头，我不是很喜歡，我也不是那種撒嬌的女兒的。你看，從我說話呀，還有我做服裝銷售來說，我的性格都是比較強勢那種。但有些時候我覺得女生如果說撒一點嬌的話，我覺得還比較可愛呀。其實啊，我還是很願意為了一個別人自己喜歡的人，然後去改變那些，也願意做一個小鳥依人呐、撒嬌的女兒的。哦，跟我們的女嘉賓聊了一小會兒，對她的印象怎麼樣？我覺得一開始對他的印象還挺好的，可是到後面我發現他好像只關心我的條件。其實我覺得我倒是不怕他衝着我的比如說條件呀或者金錢過來，但是我怕他就只朝着我的金錢而不關注我的人。女嘉賓願為男嘉賓學會撒嬌，而男嘉賓卻開始對他產生了質疑。兩人的相親還會發生些什麼呢？什麼？我看你們都在那兒聊了那麼久了，我在外面等起都好無聊哦。要不然我們可以去逛下街嘛？現在，你不是說你不喜歡逛街的嗎？沒有，因為之前呢一時沒得啥子時間的，一個人呢也不想逛街。現在呀，我覺得你今天反正你也有時間，你也在那點，我們都可以一起去逛一下啦，走一下嘛。逛街呀？是不是男生快去逛街？不是很喜歡。要不然你今天都陪我去逛下街嘛，要得不嘛？哎呀，走嘛。好嘛。他突然就開始變了，本來一個不喜歡撒嬌的女生呢，突然就開始跟我撒嬌了，我也不知道那裡面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出來逛街那些，你會不會幫比如說女性朋友的提包包那些？我覺得如果說是我女朋友的話，應該會吧。我肩膀今天掛起包包都提得好痛哦。我覺得那個有點不合適吧，今天那個場合。為啥子啊？你幫我提一下嘛。他好像就突然讓我幫他拎包包，我覺得其實本來沒得啥子，但是他突然變了，我覺得好像有點像撒嬌，然後故意來討好我那種感覺呀。平時你喜不喜歡別人女兒都是身上噴香水那些？不會很討厭吧？還可以。那有嘛香水的，要不然今天你都給我買一瓶香水嘛來的。今天我覺得不太合適吧？今天。為啥子啊？我覺得你不是喜歡女兒身上噴香水了嗎？但是我們才第一次見面的吧？送你那個貴重的東西，你接受得了嗎？不啊，我覺得你給我的第一印象也不錯，不是我給你的第一印象也不錯嘛。我覺得送我一瓶香水，我覺得我還是能接受。What？ 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提出讓我說給他送香水，我覺得那個也有點太現實太拜金了吧？我覺得，然而我也並沒有打斷他，我就是想看一下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生吧。我反而覺得如果說是送禮物的話，我更喜歡送點比較有情調有意義的小東西，比如說像明信片啊那些。明信片啦，我覺得香水可能对於女兒來說，可能更符合一個女兒的特徵一點咯。當時我喊他買香水的時候，然後他也沒有買，因為他一個月畢竟還是有個2-3萬塊錢，他連買瓶香水呢，他還是也都捨不得，他都是不願意去花那個錢。現在正是吃飯的時候，你都不請我吃個飯嗎？你想吃啥子啊？你想吃啥子就吃啥子嘛，隨便你給。我覺得今天還是聽從下你的意見吧，我覺得。那附近好像有那些鐵板燒啊，那些自助餐啊，牛排那些。那個的話，平時感覺氛圍比較正式，工作餐呀、聚會啊那些可以。我覺得還是適合工作一點。今天我們兩個約會嘛，我覺得還是找一個比較貼近生活的來吃嘛。啥子貼近生活的哦？我覺得重慶的小麵特別好吃，我一天可以吃3頓小麵，我就帶你去體驗一下嘛。我知道哪家特別好吃。小麵吶，今天第一天請我吃都吃小麵吶。
其實吃個日本料理啊，2個人也都不過100-200塊錢，那點錢他都不願意去花，哪有那種捨不得娃兒哪套得住囊的嘛？唉。其實我說吃小麵，並不是因為我覺得吃不起，只是我覺得那是一個考驗吧，看他在生活方面是不是真的是一個特別物質的人。難道我們真的今天晚上都吃小麵啦？可以啊，我覺得那個小麵很好吃，兩小麵。牛肉麵都不讓我吃2坨呀。那你如果拿個1個月2-3萬塊錢的話，一天3頓都是來吃小麵的話，那你1個月那還是要存點錢嘍。女嘉賓的不滿溢於言表，而男嘉賓也對這一切心知肚明。此時兩人之間的氣氛變得十分尷尬。變到我都懷疑那個男娃兒是不是真的1個月2-3萬嘍？哎呀，我覺得他好苦哦。剛才還在撒嬌啊那些，現在就變得特別感覺很不滿啊，有點怨憤啊那些，可能是因為我請他吃了太便宜的小麵吧。好，謝謝。肉都真的是沒有加2坨。反正我都是覺得實在是真的是太摳了。看來這頓晚飯兩人吃得並不愉快，而女嘉賓卻並不知道這一切只是男嘉賓的考驗。即將知道真相的他，是否會像剛才一樣再次態度轉變呢？中國珠寶傳承千年，匯聚經典。凡人有喜，我們等你。看着2位逛街回來以後，好像這狀態不太對。對呀，是發生什麼事情？沒得啥子，都是我覺得第一次見面，他都說他有個2-3萬塊錢，我覺得有個2-3萬呢。但是第一次，我覺得我們見面都去吃了1碗6塊錢的小麵，1個月拿2-3萬的工資，難道連一頓飯錢30-40塊錢未必都吃不起嗎？我覺得。沉默，有沒有什麼要替自己解釋的？為什麼會這麼摳門呢？其實那都是一個考驗，我覺得。什麼樣的考驗？為什麼要去討厭我的女嘉賓？因為我覺得他如果只是衝着我的經濟條件來的話，萬一有一天如果我沒有錢了呢，他是不是都會離開我？我覺得，所以我覺得那個考驗很重要。不是，其實我覺得吃小麵呢也沒得啥子。小麵吶，吃小麵吶，牛肉麵都不讓我吃2坨呀，肉都真的是沒有加2坨。是現在我覺得那個社會很多女娃兒都比較現實，對吧？然後其實對他還是次了開始。一句話我就問你，喜不喜歡沉默？我覺得我還是想再爭取一下嘛。想給他說一下我心頭的想法。可能你剛才都有點誤解我的意思了，其實我也不是那種很現實的人，我也沒得啥子很物質上的要求啊那些，比如說非要喊你給我買啥子東西啊，如果可以的話，你都再給我們彼此一個機會嘛，然後再深入的去了解對方。我也很願意為了你變成一個比較那種撒嬌的女人。感情的東西呢，還是不能勉強我們還是都好聚好散嘛，好不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經過那一天的相親活動下來呀，我覺得也看出了她都是一個比較拜金、比較現實的女生吧。我覺得那可能不是我想要的。節目的最後，我們第2對男女嘉賓也是沒有牽手成功的。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拍手稱快，是覺得女嘉賓今天的表現真的是蠻可怕的？首先我想說的哈，就是看了這一期節目的感受，第一個就是撒嬌。男嘉賓會去問女嘉賓，你會撒嬌嗎？你喜歡撒嬌嗎？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撒嬌女人最好命？其實我是非常反感這個觀點的，覺得女人好像通過撒嬌才能夠得到生活當中、生命當中一些重要的東西。實際上大家一定要區分一下，撒嬌是什麼情形下可以發生的一種行為，就是面對你親近的而且認可你的人。之前男嘉賓對女嘉賓有好感的時候，女嘉賓是沒有任何撒嬌的情緒，而是非常針針見血的去問他你的經濟狀況怎麼樣，已經讓男嘉賓對他的所有好感都消磨殆盡。在這個時候，女嘉賓反而使出了撒嬌鹼，真的是看的人尷尬症分分鐘要發作。所以撒嬌這個事情
一定不要是落在女生身上的一种憑借一种手段可以得到什么的烙印，而是说你要在什么人面前去使这个小花招而已。那麼勢力是什麼呢？大家都看出來了，女嘉賓的勢力真的不是一點半點。我經常會覺得，我們可能真的希望婚姻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好處，能夠讓我們的生活的質量因為另外一個人的加入而更高一步。但是我們知道，婚姻不是劫富濟貧，不是說另外一個人來承擔你人生的全部，然後讓你從一個階層到另外一個階層。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那麻煩你一定要把鏡子照清楚，你是不是具備這樣的能力。好的，那節目最後呢，我們的口號是愛情靠爭取，為愛不放棄。感謝摯愛一生幸福一社周致福珠寶提供的獎品贊助，那同時呢，也要感謝中國珠寶對於本欄目的特約播出。好，凡人有喜，我們今天呢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這位男嘉賓呢，怎麼講呢？應該是第二趟了。為什麼講第二趟呢？是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外貌控。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男嘉賓，長得還不錯吧？可為什麼咱們特派員會說他是個外貌控呢？原來就在不久前，他曾上過我們節目相親，可因為對方女孩稍微有點胖，他就因此拒絕了別人的追求。那麼他的擇偶標準到底是怎樣的呢？本期將有男嘉賓曾軍28歲，燈飾租賃老闆1.72米，月收入1.5萬。大家好，我叫曾軍，今年28歲。我是做那個會展燈具設備出租那塊的。我是一個性格比較開朗的人，常被人說的那種天上飛了5個字，那都不算事兒那種人。基本上煩惱的事情，在我心中可能就最多停留5分鐘的樣子。現在，我曾經有個4段經歷。然後我自己是一個心比較細的人，曾經有一段就是那個女朋友啊，就是覺得我太關心她了，然後她也不是說我隨時在監視她，她只是覺得好像我給她的不是陽光，而是那個光烤得她遭不住那種感覺，然後都跟我分手了。其實我的擇偶要求啊，我自己覺得不太高吧哈，我覺得溫柔大方點兒，然後長相啊不一定要很漂亮，反正基本上還是看眼緣嘛。然後啊，我覺得還是要孝順父母。男嘉賓擇偶要求溫柔大方有眼緣孝順父母。好，我覺得你比上次陽光了耶，是因為春暖花開了嘛，所以感覺特別的陽光。可能吧。好，首先就給你丟個難題過來，林歡瘦還是我瘦？這個你猶豫了，你居然猶豫了。不好意思。好，你今天就不要見女嘉賓了，她猶豫了，還跟我說了一個不好意思。好，跟你開個玩笑，讓你放鬆一點哈。那之前呢，我們編導也做了很細緻的工作，我們也知道可能你不太喜歡那種類型的女生，所以今天呢，我們也特別為你安排了一位身材很苗條、學識很淵博、頭髮很長，然後呢，最主要的是這個女孩子很謙和。瞧，咱們特派員對今天的女嘉賓是交口稱讚的，那麼她會是今天男嘉賓喜歡的類型嗎？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Yin Xiaoling. I studied in English from Chongqing University. Today, I want to find my true love here. 大家好，我叫尹小玲，我來自重慶大學，我的專業是英語，我現在是個少兒英語老師。然後剛剛大家可能已經知道，我今天來的目的是想要找到屬於我的真愛。謝謝大家。本期將有女嘉賓尹小玲，24歲，身高1.62米，職業英語老師，月收入5000元左右，婚姻狀況未婚。我現在找男朋友的標準呢，身高不用很高，比我高就可以，然後年齡也不是問題，只要他反正能做到就是我想要說的那種包容我，然後就對我好就可以了。女嘉賓擇偶要求：1. 身高1.65米以上；2. 年齡沒有要求；3. 包容我，對我好。接下來呢，我們就來個大全景，讓我們的男嘉賓先一睹我們女嘉賓的風貌。哇！
讓青春吹動了你。當時遠遠的從那個樓上，我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身材挺好的，然後也挺有氣質的。Hello， 你好，小林。你好，你好，我介紹認識一下，這是我們今天的男嘉賓曾軍，來握一下手。走近一看吧，他的五官呢也不是那種特別精緻、特別漂亮的那種，但是他是那種怎麼說呢，看起來挺細膩、挺舒服的那種感覺，很有書卷氣，我挺喜歡的。他說他不喜歡那種太胖的女生，所以終於找到了你。有沒有眾裡尋他千百度的那種感覺？終於找到了。哎呀，有。他好害羞啊。好，來，你們倆先站到一起，我先看一看你們的這個身高比例怎麼樣。哇哦，不錯呀。身材、身高、長相，我都覺得還可以給個初次的90%分，兩位還是很搭的。哇，挺好的，斯斯文文的，然後也很陽光、成熟穩重，很不錯。那麼接下來呢，馬上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第一關，看看我們的男女嘉賓今天將會選擇什麼樣的約會地點。好，看一看會轉到什麼地方。1、2、3，開始。我运气也挺好的，我也想的是，如果能在商場的話，我可能會給女嘉賓創造一個浪漫的約會環境，這點如我所願了。两位嘉賓對彼此的外形看來都是相當滿意呀。不過在他們深入交談之後，還能保持這種好感嗎？你先坐一下，我去買點飲料。好的。那個，我買了藍莓和那個橙汁的口味，你看你喜歡哪種？我喜歡橙汁。好，謝謝啊。哎呀，聽說你是個英語老師啊？對。一般情況下，喜歡英語的女孩的話，可能都比較文靜哦。雖然說我外表是文靜型的，但其實我內心還是就是比較那個剛強的，然後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則。總體來說，就是一個外柔內剛型的。其實這種性格挺好的，外表看起來柔弱，男生都想保護的那種感覺。但是內心呢比較強大，然後比較精明能幹的，這樣的話男孩子其實也不需要操多少心，其實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麼性格的呢？我看你的外表還是挺陽光的。我就是一個比較陽光的人，然後呢性格特別細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話，可能很多人覺得都有那種女人的細膩那種，然後怎麼說呢？比較喜歡關心人，也是教英語的哈。然後長得這麼漂亮，文文靜靜的，追你的男生不少吧？那麼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呢？我對男生的要求呢，就是工作穩定，然後有上進心，然後很會包容人、體貼人的。這幾點好像我都挺符合的。哎呀，然後就看我們有沒有這個緣分了。其實我以前吧，就是英語特別差，然後老師經常說，我那個學了跟沒學一樣的那種，然後總是被批評，所以我就特別崇拜那些英語特別好的，特別是口語特別好的。以後有機會的話，也能教教我。可以呀，就是你看你現在還比較年輕，才20多歲。現在呢，有些就是老人都還是要學英語呢。然後有空的時候，就是我們倆就可以一起出來，然後我可以教你口語。哇哦，不錯呀。真的嗎？謝謝。男嘉賓呢，是一個真的很尊重人的人，而且尊重我的職業，然後就是願意跟我學英語，真的是一個謙虛向上好學的人。我發現小林的話，他跟他的外表一樣，挺有內涵的，我覺得。挺有才華的，然後感覺挺上進的，這個是我最喜歡的。說實話，我覺得一個有上進的女孩子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話，是一種怎麼說呢？積極的生活吧，我覺得。正好我下個星期要到那個泰國去辦點小事情，然後想在那個賓館訂一個房間，但是他那個要英語那個溝通，
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What？ 然後訂一個單人間，就下周星期六。這才認識不到1個小時，男嘉賓就請女嘉賓幫他在泰國訂一個房間。他這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呢？他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麼呢？至於那個英語方面的話，確實我這幾天呢正準備訂一個房間，然後呢剛好就有這個機會向女嘉賓提出，然後考驗一下他這方面的，比如說那個特別是口語到底怎麼樣。原來男嘉賓是對女嘉賓的專業水平心存疑慮，想要考考咱們女嘉賓啊。那麼女嘉賓的表現會令他滿意嗎？訂一個單人間，就下周星期六，然後入住。好，謝謝。謝謝。來，這裡電話，我撥通了，然後我看看需要什麼手續啊之類的東西，然後你幫我訂一下，好吧？來，好的，這裡。Hello. Hello, Miss. Excuse me. I want to reserve a single room. Oh, a single room? Yes. Yes. When will you check in? I'd like to check in next Saturday. Saturday. May I take your name, Miss? Zheng Jun. How long will you stay? Pardon? How long will you stay? A week. It's next Saturday. And please don't make a mistake, okay? Okay. I'll take your reservation. Okay, thank you. Jim. Okay, thank you. Bye. Bye. 我覺得他那個英語口語的話，發音聽起來都很舒服。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學東西的話，可能是很認真的那種。感覺今天第2對男女嘉賓相親成功的概率似乎要高很多，因為他們2個人之間是互相欣賞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到，男嘉賓提出要求讓女嘉賓幫他落實泰國的酒店的時候，女嘉賓一點都沒有覺得你是不是在考驗我？難道你懷疑我的專業程度嗎？反而是欣然地接受了任務，而結果也讓男嘉賓非常滿意。這不禁讓我想起了之前也有一對男女嘉賓相親，那位男嘉賓呢是要求自己的伴侶是要英語很好的，因為可以引領自己，甚至出了一套題讓那位女嘉賓做，結果女嘉賓反應就是非常的反感。其實我覺得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你會覺得用我的專長為他做一點事情是舉手之勞，如果不喜歡呢，真的是讓我幫你剪個手帕我也嫌累呀。好厲害哦，我真的特別羨慕你們這種學習成績好的，然後英語這麼好，出去玩的話就根本就不用人家翻譯，是吧？然後像我們出去的話就完全聽不懂人家，就看人家嘴巴動。其實也沒有啊，就是你看就術業有專攻嘛，雖然說我在英語這方面就是比較在行，但是其他方面我就不行。比如說像你談生意的話，你出去就是跟人家談的侃侃而談，落落大方了，多好多羨慕啊。像我這種內向的性格就不行了。我覺得吧，在生活當中特別是一個家庭當中，能夠互相之間學到一些東西，然後能夠互補，其實是挺好的事情。和男嘉賓的聊天當中，感覺到男嘉賓是一個就是又親和，然後又有教養，感覺他是一個挺有能力的人，而且素質又很高，我很喜歡這種類型的男生。經過這次深入交談，2位嘉賓儼然一副相見恨晚的模樣，彼此間也是越聊越投機。有了這個好的開端，男嘉賓之後又會如何乘勝追擊？哇！你平時喜歡唱歌嗎？還是比較喜歡的，但是我唱的不是很好。我也喜歡唱歌，然後我平時呢，比較喜歡唱歌，然後到 KTV 的時間也比較多。這裡呢，正好有一個那個唱吧要不我們一人唱一首送給對方，好嗎？不，算了，我唱的不好，不去了。沒什麼的呀，反正都是唱的不好。哪裡不存在的？你去吧，你唱的不錯。那好，那我唱一首送給你。好的。你喜歡聽什麼樣的歌呢？抒情緩慢一點。不過為了討心儀的女孩開心，男嘉賓還是煞費苦心啊，竟然要在現場錄一首歌給對方聽。不過他的這個舉動能博得女嘉賓好感嗎？那我也想過買點其他什麼送給女嘉賓，然後但是我後來想想吧，我覺得這女孩子她可能精神層面的東西多一點，所以說我就選擇唱歌，用我的歌聲去表達我對她的喜歡。
握你的雙手，感覺你的溫柔，真的有點透不過氣。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會傷心。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Oh no！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沒什麼能夠給你。愛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氣，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也許有天會情不自禁，想念只讓自己苦了自己。愛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這首歌已經錄好了，然後已經傳到我手機上了，我把它發給你，送給你，希望你能夠喜歡，也表達我的一份心意。已經發過來了，你打開看能不能聽得到。好的。握你的雙手，感覺你的溫柔。今天那個男嘉賓說那個要錄一首歌，然後給我的時候，我覺得男嘉賓這個方式真的很新穎，然後也有很真誠。就是禮物呢，真的是不是說有錢的話才能表達就是真誠和心意。我覺得這種方式其實更能表現出一個人的真心，很不錯的。今天兩位呢是通過了自己選擇的約會地點和自己喜歡的方式來進行了這樣一個約會，同時呢發現這兩個人都喜歡新鮮事物啊，男嘉賓也唱了歌給這個女嘉賓聽了，所以兩位你們馬上要進入到愛的抉擇。好，接下來我就要問這個女嘉賓了，你心裡面還有什麼樣的想法？我想要再考慮一下吧。好，那既然大家都是有自己想法的，又喜歡以自己的狀態去約會的，接下來呢，都各自進入到私密的空間，把最後想對對方說的話，用錄在手機上的方式錄下來，最後我們來確定你們自己的選擇是什麼，明白嗎？明白。好，來兩位。好，剛才進去都把自己心裡面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又害羞又礙於面子的話都說完了吧？都說完了。說完。好，接下來呢，兩人做一下交換，現在就去聽一聽彼此之間說出了什麼樣的心裡話，和今天你最想要期待的結果是什麼樣子。好，來交換。小林，今天呢，我對你的喜歡也表達了很多次了，而且我想說，我不是那種很衝動的，我是深思熟慮的。我覺得你的性格、你的文雅、你的微笑都是我喜歡的，而且我可以在你那兒學到很多東西，比如說英語。然後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機會，我希望我能夠用我的溫柔和細心來呵護你、保護你，相信我嗎？其實呢，我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女孩子，本來就是一般的話，戀情都不會太快的做決定。但是呢，你用你的細心、真誠還有體貼打動了我，所以我願意在這裡給你一次機會，我們先好好的發展一下，希望將來你會是我的那一個命中注定的真愛和白馬王子。終於知道這個最後的答案是什麼了，對不對？對，知道了。來談一談獲獎感言是什麼？我今天終於贏得了女孩子的心。哇，我喜歡的女孩子，對。那你應該牽着手出來呀。我可以嗎？
哎呀，还那么生疏。好，这样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很方便。今天你们选择约会地点旁边就是电影院，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牵着你心爱的女孩子的手去看電影，因為我覺得談戀愛就是要看一場愛情電影才夠有味道哈。謝謝你們相信我們凡人遊戲，祝福你們，祝福你們哈。謝謝主持人，也謝謝凡人遊戲工作人員給我們這個機會，謝謝。好，我們真的去看電影了。去吧，去吧，好，拜拜。哇。好開心的一對啊！我覺得他們兩個不管是從身材樣貌，最開始我會擔心工作有距離，但是沒有想到，其實只要有感覺，緣分到，兩個人真的就能夠牽手成功。祝福我們這兩位嘉賓能夠一直這樣順利的談戀愛談下去。節目的最後，我們的男女嘉賓是相親成功，而且真的是珠聯璧合的一對。在這裡呢，我給大家的提供的一個建議吧，就是說情投意合這個詞可能很多時候都看到過，覺得兩個人情投意合，那什麼情況下才能稱得上這個詞所形容的那種狀態呢？就是我們今天的男女嘉賓的那種，一看到對方就覺得你的外形是我喜歡的類型，然後跟你接觸之後，我覺得你的內在、你的性格都是我所欣賞的，所以兩個人要在一起，真的是要三觀合才能夠有一個幸福的基礎。今天的男女嘉賓能夠在一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互補。男嘉賓經常要做生意，要外出，甚至是出國，而女嘉賓的英語呢，在這個時候就可以幫上他的忙。而女嘉賓的這些職業的一些穩定因素呢，也會讓男嘉賓覺得很放心。在我出去打拼的時候，他會在家裡經營好自己的事業來等着我。所以這兩個人呢，就有很多的能夠幸福在一起生活的基礎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兩個人今天相親成功。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在你們相親的過程當中，不妨也去參考一下，這個人是不是身上有具備你所欣賞的那些文。夕陽西下，兩個人能夠相擁在一起，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件太快樂、太幸福的事情了。因為我覺得每一對能夠牽手成功的嘉賓，除了是對我們凡人遊戲的信任之外，也是對他們自己的選擇一種信任。希望兩個人能夠牽手一直走下去，有一天我們能夠收到你們更好的消息。今天的第一對牽手成功了，希望開了一個好頭。接下來呢，馬上進入到我們的第二輪相親。他在上期節目裡膽怯逃跑，這次為何再次來到節目？害怕這種太過火、太猛烈了。發生了什麼讓他這般咆哮？啥子叫不要吵，不要吵哦！我現在我還沒說夠。誠懇的道歉是否能夠得到原諒？消息，然後我真的我都不敢看你了，看到你我都緊張的。他們又能否走到一起呢？凡人遊戲精彩繼續。凡人遊戲，我們等你。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這位男嘉賓呢，他的這一趟愛之旅叫做負荊請罪。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是因為之前有一位男嘉賓來噔噔噔敲敲小黑板，在現場表白的時候，不顧所有工作人員和女嘉賓在後面的追趕，用逃跑的方式離開了現場。男嘉賓，我要做你的女王。男嘉賓，我要做你的女王。女嘉賓。那個來的太陡了點，我還沒想好。要不今天鬥兩個嘛？不好意思啊。再不願意也不用跑噻，跑啥子嘛跑？是客人嘛。今天他說他要重新回歸到這裡，向女嘉賓道歉，同時要尋找他的愛情。他到底是誰呢？接下來我們一起去認識一下他。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男嘉賓，我叫周偉，從事音樂方面的工作。本期交友男嘉賓周偉，身高1.72米，職業夜場 DJ， 月收入8000左右，婚姻狀況未婚。上一次，其實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你還真的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在後面追你，我追都追不到，真的就是一瞬間消失在現場。30年啊，我沒有這樣追過一個男的，你是頭一個。那我也覺得特別榮幸啊。但是你不覺得女嘉賓很傷心很尷尬嗎？之前不知道，可能是因為這次以後我還是覺得不好我覺得可能有一點害怕這種太過火太猛烈的。你是不能夠接受那種就是太猛烈的追求你主動型的那種女生。之前一直不太確定，這次以後應該
应该是这种性格。好，我们女嘉宾其實已經到達現場了，有一點點浪漫的一個女孩子，她會在有滿天星的旋轉樓梯下等待和你邂逅，但是這個地方要靠你自己去尋找。這是驚喜嗎？這不是驚喜，你不是說不喜歡主動的女生嗎？上一次那個女生是主動來找你，這一期我們就讓你體會一下什麼叫做不主動。好，那行。帶着特派員給出的地點提示，男嘉賓出發了。這一次他的擇偶要求依舊沒有發生改變，還是喜歡姐姐型的女孩子。那希望找一個年齡比我大一點的，但是心態又跟我一樣，屬於年輕型的，可以跟我合得起拍。我們的男嘉賓呢，曾經來過一次節目啊，就是一個大男孩啊。上一期節目我覺得他也是玩得挺嗨的，然後最後來了一個原地逃跑，也是讓大家大跌眼鏡。希望他這次在這期節目當中不要再玩一次逃跑計劃了哈。當然我們的 DJ 弟弟的內心還是沒變的，他還是希望找一個御姐。但是這個御姐要是他能夠掌控的那一種，而不是試圖掌控他的御姐。好，今天看一下編導給你找的御姐能否如你所願。我覺得你應該去問小朋友，只有小朋友最清楚這裡面的結構。這個小啊，有道理有道理。哎，弟弟，弟弟打擾一下，你知不知道那個旋轉電梯在哪兒？滿天星星的那個。漂亮漂亮漂亮啊！旋轉樓梯。我知道。在哪兒？理髮室。帶他去好不好？啊，帶他去好不好？謝謝你啊，謝謝你啊。男嘉賓這邊在小朋友的帶領下努力的尋找着。那麼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一起來認識一下今天給他介紹的這位御姐型的女嘉賓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這一期的女嘉賓，我叫文秋妍，今年27歲了。我現在是做的一個培訓師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的講師。本期交友女嘉賓文秋妍，27歲，身高1.65米，培訓講師，月收入7000左右，婚姻狀況未婚。我是負責嬰幼兒奶粉這一塊的講師。我的興趣愛好呢還比較廣的，但是最喜歡的就是第一個是旅遊吧，第二個就是唱歌和舞蹈。那我現在呢也是在自己學習一些舞蹈，比如說爵士啊、hip hop 之類的。我經歷過3段感情，那其中2段呢都是死在異地戀上的。確實我覺得就是當時談戀愛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克服，沒有問題。只要愛情都是最大的，但是確實我沒有克服哈。還有一段呢，可能也是因為性格不合吧。然後這是3段感情。那我現在的話，年齡也到這個歲數了。我想找一個人結婚了。我的擇偶要求的話，陽光一點，開朗，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以我為中心。在平時的生活啊，或者是說其他的什麼一些地點啊，都關心我一些。因為可能雖然說我給人的形象哈，可能那個比較幹練啊，或者是比較什麼的一點。但是我內心的話還是想做一個小女人，他們都給我一點關心的話，我會覺得很開心。我看這滿天星在哪兒了？這麼大太陽，有星星嗎？啊，這個就對了，這個就對了。你暈嗎？我有一點。你是看到他暈，還是因為走上來太暈了？我看他暈了，有點發暈。我們站到這邊來哈，好暈啊！走這個樓梯。這是我們的秋秋，好，這是我們男嘉賓。很不錯，屬於我喜歡的那種成熟類型。我認識你，我看到過你逃跑。我認識你，我看到過你逃跑。所以他現在有一個外號叫逃跑王子。是嗎？對，開玩笑的哈。這樣，今天我們女嘉賓跟你的這個約會地點有一點不一樣，科技館。她平時都是接觸音樂的，所以說讓你更全面的相互了解一下，好嗎？好。
不負男嘉賓的期望，我們的編導果然給他找了一位御姐啊，不管是外形也好，還是性格也好，感覺都是非常的御姐範兒。而御姐的內心的渴望是什麼呢？她希望找到一個陽光開朗的男朋友，但是有一點要強調，雖然自己的外形看上去很成熟，但是內心呢還住着一個少女，所以希望對方以自己為中心，要更多的像小女人一樣的照顧自己。所以那今天跟 DJ 弟弟的相親能否成功呢？能不能激發出 DJ 弟弟內心很爺們兒、很會照顧女人的那一面？我覺得還要看一下大家接下來的相處環節。開始男嘉賓還是知道照顧着我們的女嘉賓，然而隨着新鮮玩意兒的增多，他就自己玩嗨了，看到所有的好東西都充滿了好奇，永遠把女嘉賓甩在身後。這個應該是我的一個怎麼說呢，缺點也好，優點也好，反正我就是一玩起來，如果玩到自己很感興趣的東西的話，我就會忘我的境界達到一種現在這是什麼完全已經不顧及到我了，所以我覺得有一點確實不是很開心。此時的女生雖然生氣，但也沒有作聲，直愣愣地看着他。哪個好玩？哪個好玩？我們玩那個嘛，耍那個嘛。那個都小不了，那個要排隊的嘛，我去耍吃。排隊看呀，反正人也不扯了。我把那個耍到耍到地上了，对不對？要不得。以為男生可以感受到女生的不快，並且及時調整，可是讓我們沒想到的事情就在一瞬間爆發了。我就提了一個很小的要求，我說我們去玩那個什麼地震吧，但是他都說不可以，他說先把這個完了，我就覺得非常的不高興。那這個作為一個就是正常的女生的話，我覺得都會開始發火了，發脾氣了。好，我們去耍球，看完我走。不耍了，我現在那個也不想耍了。哎，你今天耍得嗨得很的嘛你？我只是想耍一個那個東西，就是耍一個地震，你一天你都在往那前頭去耍，你管過我沒得嘛？好，不要吵了，我們找個地方坐。啥子叫不要吵哦？我現在我還沒說夠。好了，我跟你講，不要吵了。第一次見面不要吵架不好，而且4點鐘就要閉館了，也玩不了多久，下次又來嘛。他都在前面跑，他都不管我。男是這樣的，人家第一次來，你來了幾次了，當然覺得不是很新奇，人家第一次來肯定覺得很新奇嘛，是不是嘛？那時候就突然就像睡夢中醒過來了一樣，發現對了，完了，有摊上事了。不是摊上事了吧，就是說突然覺得對了，自己有一些事情沒有做對突然自己反省過來，醒過來這個感覺。你問他，你就接下來想幹什麼？我們找個地方坐一下聊一下好吧？對，喝咖啡。好吧，喝咖啡。那我們走吧。來。自從我們的欄目組踏入了那個遊樂場男嘉賓呢就開始了親子節目的畫風。你看他像一個小男孩一樣，一會兒撲向這個，一會兒撲向那個。而女嘉賓呢，在最初的時候也是表現出了極大的涵養和包容度一直很配合男嘉賓，每一個項目3分鐘的熱情，直到最後終於忍無可忍，開始河東獅吼。天哪，他發脾氣的時候把我都震撼到了，我覺得他好厲害啊，完全就是一瞬間就媽媽生氣了的那種感覺。我覺得男嘉賓在那一瞬間一下子真的變成一個小男孩，嚇壞了，完全沒有想到我們的女嘉賓發起火來那麼厲害。不是你要御姐嗎？你看看御姐發起火來，你能承受嗎？喝个水的，不要生氣了。刚才確實是我不對，道歉，不好意思。我不想喝那個水。我不想喝那個水。那啥子嘛？你要不喝，我去給你買吧。我想喝咖啡。咖啡我們等會兒過去了再喝嘛，先把那個喝了。我那個喝了，我等下還啷個喝呀？我聽你。
他这種表現这种脾气的话，打内心来說還是會有一點擔心的，但是沒有關係，女孩嘛，哄一哄就好了。你說是有點好耍一下，而且也耍得耍忘形了，沒有顧及到你的感受的。你除了會說不好意思，你還會不會換一種說呀？我確實不是太會說話。你不要給我出那種難題嘛，我沒有給你出難題啊，你覺得我那個是在給你出難題嗎？你看你剛剛你耍的任何一項項目，你全部都是自娛自樂。你把我放在哪裡來？本來我來就是說那種就是說找對象哈，就是想找一個對我好的，以我為中心的，那是我的標準。對。但是你就一個人衝到前頭去耍，我就在後頭一個人瓜兮兮的跟到你。小氣，然後我真的我都不敢看你了，看到你我都緊張的。那因為男嘉賓他也一直在跟我道歉嘛，也說了很久，說了很多次。那我覺得如果我再一直這樣虎着一張臉的話，那也確實不是很好，也沒有這個必要了。我們聊點其他的嘛，對不對岔開點話題，不要老是糾結到那個問題上，等會兒你又要冒火了。你是幹啥子職業的？我是覺得你有點兇啊，應該不是幹一些普通職業的。培訓師。培訓師也是叫講師，可能也有一點職業病哈，就是站到台子上的時候，就想感覺像跟他們講課的那種感覺，可能有時候會覺得我有點兇。其實我平時在下面的話，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隨和的一個人吧。是，你看你現在不生氣了，都好看多了。那還不生氣，還不是你引起的？對，我們又扯到那個話題上來了，我們還是不要說那個話題嘛，好不好啊？那個剛才男嘉賓也說了，就是我看起來會比較兇，比較厲害，但是其實我內心的話，我還是比較想小女人一點，而且我心裡邊的話，也還是有一顆少女心吧。他的職業我還蠻喜歡的呀，因為就是那種制服啊什麼的。很適合我的胃口吧。我來參加這個節目的話，可能也是以結婚為目的來參加的。而且你上一次就是說逃跑嘛哈，就是對我來說的話也有一定的陰影，因為我也怕，那我和你兩個相處以後，你會不會逃跑啊之類的？那你覺得呢？我們就現在就問清楚，你對那方面是啷個打算的？之前我應該也說了的，如果你看到的話。關於結婚的話，可能近1-2年我應該沒有考慮過要結婚。我想還發展個1-2年，看看有沒有其他的一些發展機會啊啥子的。我覺得這其實是我對女嘉賓的一種負責任的表現吧，因為我自己都不確定我自己的一個性格是否想走進結婚的這麼一個殿堂。你想嘛，如果我根本沒得概念，我如果去結婚的話，那都結得很勉強。兩個人在一起的話，應該不會日子不會過得太舒服，是吧？好吧，我明白了。你想過的是只有愛情的生活，我想過的是有愛情有面包的生活。可能你說的很對吧？如果像男嘉賓說的那樣子，他最近1-2年不考慮結婚的話，那我那會兒已經28、29歲了，我確實等不起了。也不是特別堅決，我一定不近1-2年一定不結婚的。關鍵得看兩個人的緣分吧，相處的好不好啊什麼的。這個女嘉賓非常直接的說到哈，你要的是愛情，我要的是愛情和面包。沒有愛情，也沒有辦法吃到愛情裡面的面包。其實我對女嘉賓的這個形象各方面的東西我挺滿意的，也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但是我可能給她的感覺就是一種不着調的感覺。我也很好奇，就是她如果走進我的工作狀態的時候，讓她看看你工作當中那種魅力哈。對。好，思考一下，最後的3分鐘思考時間交給你們。最後我們將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做決定呢？我把這個想法留給你，自己來想。好，
我其實挺喜歡女嘉賓的，但是這個我今天的表現應該對他自己來說，在他的心裡應該也是結下了一個心結。我希望等一下做決定決不決定就不說吧啊，等一下我希望他可以啊，就是不管是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啊，還是什麼，我們可以走進一下各自的生活，因為這樣互相先了解熟悉一下吧。我偽裝着不露痕跡的。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想給我一個機會啊，跟我上我車，跟我一起去到我的工作狀態，讓你看一下不一樣的我。我覺得我們下一次吧。下一次啊，那我明白。那你去哪兒？我送你吧。不用了，我有車。好吧。今天有沒有體會到那種感覺？你不用說了，我知道是什麼感覺。有人會說啊，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就是耍流氓。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才是耍流氓。為什麼這麼講？誰跟你說一個人跟你戀愛就一定要跟你結婚呢？誰跟你說你今年27歲了，所以一個男人跟你談戀愛就必須在1年之內娶你呢？女生在27歲到30歲之間會越來越有一種緊迫感，會覺得我在這個時間必須把自己處理出去啊，最好是1年為期。如果不行的話，那我覺得我會進入到一個非常危機的感觉。但實際上在這個倉促之間找到的對象往往都不是合適的，尤其是1年之內做的那種結婚的決定，其實我覺得蠻草率的。